走进京都，您会立即感受到这座城市独有的历史氛围，不同于现代都市的快速节奏。然而，您可曾想过，这片拥有数百年历史的古都风貌，在曾经的战争中，曾面临被夷为平地的命运。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，京都曾名列盟军轰炸目标，幸而最终被排除，使得这批珍贵的文化遗产得以幸免。因此，我们今日才能亲眼见证这些保存完好的古老寺院、神社与传统町家，它们承载着丰厚的历史记忆。漫步在古都巷弄，您会发现许多仅供步行的石板路，连接各个幽静的神社与庭园。这份历史的延续，使得京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上占有重要地位，是日本文化的重要象征。来到京都南部的伏见稻荷大社，迎接我们的首先是那绵延整座稻荷山的朱红色鸟居，一眼望去，数量可观。这些鸟居层层叠叠，形成一道道神秘的隧道，许多游客都会在此处驻足拍照。沿途随处可见雕着不同物品的狐狸使者雕像，它们被视为稻荷神的信差，各有不同姿态。伏见稻荷大社是全国稻荷神社的总本宫，拥有数百年历史，供奉着掌管丰收的稻荷大神。前往这里最方便的方式是搭乘电车，从京都车站出发，只需几站即可抵达最近的车站，或是搭乘京阪电车在另一个车站下车，步行数分钟也能抵达大社入口。建议在清晨人潮尚未涌现时造访，能避开大量游客，更好地捕捉鸟居的寂静之美。沿着山路拾级而上，鸟居绵延至稻荷山顶，全程约需2到3小时，可以享受健行乐趣。登上半山腰的40观景台，可以俯瞰整个京都市区，是许多人选择稍作休息与摄影的点。每座鸟居的背面都刻有捐赠者的姓名与日期，展现了日本独特的信仰文化。大社周边的商店街有许多贩售烤麻雀和稻荷寿司的店家，值得体验当地特色小吃。离开前不妨留意贩售以狐狸为主题的绘马及玉手，它们是参拜后的独特纪念。来到京都东山区远眺，清水寺依山而建，那座著名的清水舞台悬空而出，气势磅礴。清水舞台是清水寺的核心，以传统悬造式工法，不用一钉一铁，由众多木柱支撑，伸出山崖。站在舞台上，可以将京都市区的景色一览无遗，感受古都的脉动。尤其在春秋两季，周围绿意或枫红更添色彩。顺着山势往下，是著名的阴郁楼处。清澈的泉水从山壁间流下，分为3道，各有不同寓意。想避开人潮，建议在清晨前往清水寺，可以静静感受这座拥有数百年历史的古刹庄严。要前往清水寺，可搭乘京都市区巴士，在清水道或5条板站下车，再步行约15分钟即可抵达山门。离开清水寺，沿着石板路向下，便进入了3年坂与2年坂。这2条古街是前往清水寺的必经之路，两侧保存完好的传统东家建筑，贩售着琳琅满目的京都特色商品，从和果子、抹茶到陶器、手工艺品，应有尽有。许多店家提供试吃与试用，让游客能更深入了解京都的传统文化与工艺。在2年坂的某个转角，您可能会遇见身着和服的游客，为古色古香的街景增添活泼的色彩。逛累了，不妨找间茶屋坐下，品尝一杯地道的抹茶，搭配传统甜点，享受午后的悠闲。这条动线非常适合安排为半日游，从清水寺到3年坂、2年坂，感受京都独有的历史氛围与常民生活气息。走进蓝山嵯峨野竹林小径，两侧竹竿高耸入天，光线透过竹叶缝隙洒落，形成斑驳光影。微风轻拂时，竹叶沙沙作响，营造出独特的听觉景观，为这条小径增添了几分宁静的禅意。竹林从平安时代便是贵族别墅的所在地，
与附近的天龙寺等古老寺院相互依存。建议清晨或傍晚前来，可以避开人潮，更深入感受竹林幽静的氛围。从竹林小径步行数分钟，即可抵达被列为世界遗产的天龙寺，感受其深厚的禅宗文化。天龙寺最著名的曹源池庭园设计巧妙，以蓝山和龟山作为界景，四季皆有不同景致。此庭园由孟窗书石国师在约600多年前设计，保留了视听时代的风格，展现了枯山水与池泉的结合。建议上午前往天龙寺，此时光线最适合拍摄庭园景观，也能避开中午过后的大批游客。从天龙寺出来，沿着大雁川走向渡月桥，这是蓝山地标性的木造桥梁。渡月桥全长约155公尺，横跨宝金川，可远眺蓝山四季山景与宝金川的水色。宝金川的游船提供从上游顺流而下的体验，从不同角度欣赏蓝山的自然风光。前往蓝山，可搭乘电车嵯峨野线至嵯峨蓝山站，或搭乘蓝电至蓝山站，两者步行皆可到达这些景点。金阁寺正式名称为鹿苑寺，坐落于镜湖池畔，以其标志性的黄金楼阁闻名。舍利殿的3层楼阁外墙金箔在阳光下闪耀，形成一幅令人印象深刻的画面。特别是第2、3层外墙都贴满了纯金金箔，象征着佛教的极乐世界。在无风的清晨或傍晚，金阁寺的倒影清晰地浮现于镜湖池面，如诗如画。池中点缀着数个小岛和奇岩，构成一幅精致的回游式庭园景观。这座庭园是世挺时代的代表作，融合了平安时代的贵族风格与禅宗意境。它最初是室町幕府将军足利义满的别墅，在他去世后，依其遗愿改为禅寺。从京都车站可搭乘多班市区巴士前往金阁寺到站，下车后步行数分钟即达。建议在上午游览，此时光线柔和，游客相对较少，更适合拍摄建筑与倒影。沿着指定路线环绕镜湖池，能从不同角度欣赏金阁寺的多变风貌。参观完金阁寺，可继续沿着哲学之道方向，或搭乘短程巴士前往附近的龙安寺，欣赏枯山水石亭。金阁寺园区内还有不动堂，供奉据传由弘法大师开演的不动明王，值得留意。来到京都，洛东南禅寺的三门气势磅礴，是日本现存最大的三门之一，见证数百年风霜。登上三门，可俯瞰寺内伽蓝与京都市区景色，感受古刹的庄严氛围。寺境深处，一座罗马风格的红砖拱桥映入眼帘，这便是明治时代建造的水陆阁。水陆阁将琵琶湖的湖水引入京都，红砖拱门错落有致，与周遭的古老寺院形成独特对比，是热门的摄影点。离开水陆阁，不妨前往方丈庭园，感受禅宗庭园的静谧之美。方丈庭园以枯山水著称，白沙石块与青苔巧妙布置，呈现山水意境，称为虎子渡河之庭。要前往南禅寺，可搭乘京都市营地下铁东西线直簇上站，出站后步行约10分钟即可抵达。建议选在清晨或上午抵达，避开人潮，更能感受寺院的清幽氛围。寺内动线清楚，大约预留2小时就能从容参观主要景点。秋季红叶时节尤其迷人。从南禅寺出来，沿着哲学之道向北步行，可顺游银阁寺，将洛东风光尽收眼底。步入奇园的花见小路，两旁绵延的传统町家，建筑古朴的木格窗与精致的竹帘，仿佛诉说着京都的古老故事。这些数百年历史的町家，多数改建成茶屋或高级料亭，门前悬挂的灯笼与木门，都透露出传统的雅致。花见小路自古便是京都艺能文化的中心地，在石板路上散步，可以感受到独特的历史氛围。接近傍晚时分，街灯初上，此处更是游人如织，
都期盼着能偶遇匆匆而过的艺伎或舞伎身影。前往花见小路，搭乘京阪电车至紫园4条站，或阪急电车至京都河原町站，步行数分钟即可抵达。建议选在傍晚时分到访，避开白天较多的人潮，更能体验到花街独有的神秘与优雅。遇到艺伎时，请务必保持距离，切勿追逐或近距离拍摄，尊重他们的隐私与工作空间。从花见小路往北走，会来到白川南通，沿着小溪流水两旁排列着更多古色古香的茶屋和杨柳树，两侧有许多贩售京都特色小物的店家，逛逛这些传统工艺品店也是了解在地文化的好方式。务必留意路边有张贴关于拍照礼仪的告示，确保您的拜访是愉快且不打扰当地居民的。千年古都京都不仅是日本的精神象征，更是一座承载着深厚历史与文化底蕴的城市。然而，在第2次世界大战末期，这座珍贵的城市曾一度被列入美国原子弹的可能攻击目标。美国军方当时考量数个日本城市作为投弹目标，其中京都因其人口密集与工业潜力而受到关注。不过，美国战争部长亨利·史汀生对于京都的特殊历史地位和文化价值有着深刻的理解。他曾亲自造访京都，被这座城市丰富的寺庙、庭园和传统建筑所震撼，深知其无可取代的重要性。史汀生力排众议，坚决主张将京都从原子弹目标名单中剔除，强调其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。这项决定让京都众多拥有数百年历史的寺院、神社和木造建筑得以完整保存至今。若非此一关键决策，我们今天可能无法亲眼见证这座独特文化宝库的真实面貌。如今，漫步于京都的街巷，每一步都仿佛在感受这段幸存之谜所赋予的历史厚重感。京都以其细腻的茶道文化闻名于世，其中抹茶更是代表。从翠绿的茶园到手中的茶碗，每一环节都讲究。初春时分，茶农会采摘鲜嫩的茶芽，经过蒸青、干燥、挑选，最终在石臼中细细研磨，才能成为翠绿细致的抹茶粉。品尝抹茶时，会用竹制茶筅在茶碗中快速搅拌，让茶粉与热水充分融合，产生绵密泡沫，让茶汤口感温润且带有独特香气。搭配抹茶的和果子，不仅是甜点，更是季节的缩影。其外形与色彩都随着时令变化，呈现当季的风采。和果子职人运用巧手，以红豆沙、糯米粉等天然食材为基础，捏塑出精巧的花鸟鱼虫造型，栩栩如生，展现细腻工艺。例如春天时能见到樱花、桃花造型的和果子，夏天则有金鱼或清流样式，秋季则换上枫叶或栗子的风味与外观。在京都的许多传统老街或商店街，都有历史悠久的老铺提供现做的和果子，有些更设有茶室，能现场品尝、体验抹茶与和果子的制作课程，是深入了解京都传统饮食文化的绝佳方式。通常可在白天时段预约参加。每份和果子入口即化，甜而不腻，配合抹茶的微苦，两者达到味觉上的平衡。许多茶铺也贩售精选茶具供收藏。感谢您一路收看这趟京都之旅。若时间有限，2天1夜的精华行程也能让您收获满载。首日建议从东山地区出发，上午先探访清水寺，感受古老寺院的庄严氛围，随后沿着2年坂与3年坂的石板路漫步，体验两旁传统町家与特色商店的怀旧风情。傍晚转往岐原，可选择在花见小路散步，或许能瞥见艺伎或舞伎的身影。第2日则建议搭乘电车前往岚山，感受竹林小径的幽静，或是搭乘嵯峨野小火车，欣赏宝金川的四季风光。午后来到金阁寺，欣赏这座闪耀金箔的庄严建筑，在池水中的倒影格外引人入胜。行程的最后，别错过2条城，
探访德川将军昔日的宏伟居所与精致庭园。京都的交通以市区巴士和地铁电车为主，购买一日乘车券或多日券，通常能更有效率地规划您的移动路线。住宿方面，建议选择京都车站、河原町或4条乌丸等交通枢纽周边，方便您前往各个景点。京都旅程收获满载。